色女子香，泪断剑眼情多长，有多痛无思想，忘了你哦。孤单魂随风荡，谁去逍遥痴情郎？这红尘的战场，千军万马，有谁能称王？我尽管谁敢闯？望明月，心灵悲凉，千古恨，轮回长，眼一闭，谁最狂傲？这世道的无常，注定敢爱的人一生伤。这个肮脏的韩国，我们的韩国，从今天起就不存在了。你杀死了我的父王。我说过，任何挡住我去路的人，都只有一种结局。至于你，你有2个选择。第一个选择，从今以后跟着我会还你一个更好的韩国，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的韩国。第2个选择，我选1。公主，不可以呀！公主，公主，快回来！放肆！再敢跟过来一步，就把你们通通杀头！是。那一年，我刚到了开始懂事的年纪。在我全部的人生中，真正的快乐屈指可数。直到我遇见了那个人，如果没有他，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我。喂，这把剑叫赤练，女孩子用这个就好了，像跳舞一样。我有个朋友就用得很不错。赤练，庄，这是你送我的第1件礼物。
也许是最后一件。你朋友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当然是女的。她很漂亮。啊！小心点儿，用它很容易伤到自己。这次你要认真一点。事后回想起来，他说这句话时候的样子，似乎是前所未有的认真。放心，每一次都是。如果当时我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比剑的话，我一定会更加认真10000倍的。虽然你练得辛苦，可惜你的师傅实在是误人子弟啊。不许你说我师父的坏话，师父是除了父王对我最好的人。什么决斗这么重要？是和什么人决斗？我们两个谁胜，谁就能成为那个注定要左右天下棋局的人。这是我和他的命运，也是天下的命运。你会回来看我吗？也许不会。这一刻，我过了很久才明白，他的眼仿佛永远都是在望着天空。在这个男人的眼中，我永远也找不到自己。以你的资质，再过1年就可以打倒他。1年后，我打败了自己的师父。我以为，只要做到庄告诉我的每一件事，就能再见到他。我这么以为着，
一出手就尽了全力，不留余地。师父死了，但是他没有回来。雪一直下，稀稀疏疏的落在世间的每一处，和我心里最冷的地方。我已分不清是这雪还是这湖水，只觉得自己快被淹没了。我在以前一直见面的地方待了3天。3天后，我忘了他。我以为我忘了他。3年后，我出嫁了。夫君是大将军姬无业。姬无业是韩国战功最显赫的将军，韩国所有的权力都握在他一人手上。至于我的父王，只不过是个傀儡。大将军的任何要求，父王从来都不会说不。大将军这次向父王索取的，就是我。又一件赏赐。出嫁那天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要杀了姬无业，因为那一天，我看见了一个人。今天是我们成亲之夜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？是不是你的父王叫你这么做的？哼，我的父王如果有这个胆量除掉你，就不会把我当作奖品赏赐了。那就是你的兄长韩非，他自认是韩国的救世主，我迟早要除掉那个小子。你笑什么？为什么我就不可以为了自己而杀你呢？你真是傲慢而又愚蠢！混蛋！在这一刻，我突然发现，我心里只有一个人的名字。3年前，我以为已经忘记的一个名字。你死！这充满忧伤的星空，这把剑名叫沙尺。
流沙伪装。是我。姬无业戎马一生，韩国最强之人，没想到今日竟被你暗算。哼，暗算如何？明算又如何？死人都是一样，又何必计较死法呢？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最有效的。韩王若是能明白这个道理，韩国又怎会沦为我国的祖上鱼肉？你安心去吧，这大将军之位我替你做了。流沙主人果然是厉害角色，我这大将军之位输的倒也不算冤枉。能让我亲自动手杀你，这是你的荣幸。以你的战力，本可与我一战，可是为了这个女人，你乱了刀势，每一处破绽都足够我杀你3次。连公主，姬无业，你的确可算是韩国100年来最强之将，只可惜你挡了我的路。他已经不再是你的夫君了。我曾经无数次设想过重逢的画面，每次醒来却发现只是梦。当他突然回来，突然无比真实的站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却觉得这场梦也许永远不会醒来了。庄回来了，而且还做了韩国的大将军。庄大人，难得你还记得这个地方。我从出生之日起就在这座冷宫里了，忘不了的。这是我们初次见面时，你对我说的第一句话。昨夜的风雨好大，连着树都……树是我斩断的。这个地方我不会再来，我会命人拆了它。你不想知道第2种选择吗？我已经做了选择。事实上，我有另外一个问题。说。你选择在我出嫁的那天回来，是为了让我下定决心杀死姬无业，还是因为我这样做会使他分心，而你可以有机会杀死他？你是这么想的？如果你不想见我，我肯定见不到你。所以，那天出嫁的路上，你是故意让我看到你的。你嫁给姬无业和死了也没什么分别。我只想知道你为什么而回来。你既然已经做出了选择，又何必去问为什么选择？
那一刻，我狂喜地以为他是为我而来。